哎呀，你说气不气人呢啊？有些人相亲呢，浑浑啊都整那幺蛾子。上周末呢，有一对相亲男女啊，约好中午11点钟去火锅店吃饭。那因为周末人比较多，怕订不上位置，所以就早点去。结果阴差阳错，这相亲姑娘看成了1点钟去吃饭。于是这男士就早点到了呀，在火锅店门口的这个休息区等着。不一会儿来了一个姑娘，坐下就问他：“你是相亲的吗？”哎，男士一听啊，说是的呀。抬头一看，哇，这姑娘可比照片好看太多了呀，那是满心欢喜啊，立马招呼这姑娘去店里面坐下点菜吃。大家想想啊，一看到自己的相亲对象，那是一位盘量调顺的大美女，那心情肯定是格外激动啊。哎呀，稀里哗啦的就给一顿点呢，好吃好喝的全给上了。整的人这姑娘也不好意思啊，这认识期间呢就把手机调成了静音。还有菜上齐了，俩人就开始吃饭聊天，全程呢聊生活聊的比较多啊，也没聊什么个人情况。所以就算聊着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他也没有多想。相亲过程啊，用男士的话说，那叫做如沐春风啊。两人是越聊越开心啊，甚至还约好了等会儿吃完饭就去公园逛逛街看看电影。嘿，正在聊得很开心的时候，男士电话响了，一看呢是相亲对象的电话，他还愣了一下啊，直接呢就问对面的女士啊，说你给我打电话了吗？人对面也很懵啊。男士就接起了电话，电话里面问他在哪，他进饭店了。然后男士就转向头啊，看向门外，一个姑娘呢也看到了他。那一瞬间啊，男士意识到啊认错人了。哎呦，当时现场刚干的哟，男士形容说呀，都差点想钻那个桌子缝底下去了。对面这姑娘呢也是啊，问了这个男士，哎，你不是谁谁谁吧？男人说我不是呀。这下好了，相亲做错桌了。人赶来相亲这个姑娘一看着一桌子吃剩的饭，那都是憋屈啊，别说这气到哪了，就问这个男士什么意思，相亲还得带排号的呗。把男士尴尬的也是起身连连道歉啊。对面这姑娘也抓紧起来道歉，说自己弄错了。男士一看呀，对面这姑娘要走啊，立马追了过去，要了个微信。这一操作呀，把人来相亲这姑娘气的呀，脸色都特别不好看，要求男士啊重新再点一桌，说自己不吃别人剩饭。那男士也挺不好意思呀，就换了个桌。结果这姑娘生气嘛，就点了很多的菜。她性格呢偏向有点强势啊，就有点得理不饶人，那就不停的抱怨呀，自己是被挑剩的。男士也自知理亏，也没敢说太多啊，就主动岔开话题啊，做了个自我介绍。哎，这聊到学校的时候，男人说自己是985，谁知人姑娘却说呀，985算什么？我上一个相亲对象那都是硕博连读的。男士就问他呀，说你是哪个学校？这姑娘说完呀，他一查是个3本学校。顿时男士就觉得对他印象就很差了。这姑娘情商可能也不咋地啊，上来就一顿点评说呀，男士啊长得不合他的意，个子不高，长相丑等等。男士听了肯定也不愿意啊，这两个姑娘反差太大了。你说一个长得漂亮，性格又温柔，一个就是这个照片啊，性格还野蛮。于是啊，饭没吃几口就开始怼这个姑娘，说自己不适合当舔狗啊，不会哄她开心，两人不合适。这姑娘是越听越生气啊，说男士也不尊重她。男士呢起身就要走，说这顿饭 AA， 接着转给姑娘300块钱，然后删了好友。气的这个姑娘呀，跑过去啊，抓着他去要理论，凭什么到他吃饭就要 AA 了？男士解释说呀，这一桌菜呀，自己是一口没动，说这个姑娘太傲气了，不想跟他认识。于是呢，这个姑娘就给我打电话和我抱怨，哎呦，我这一坐车这一路啊都堵得慌，说这个男士啊明明做错了，怎么还成了他的不是？我呢跟男士沟通呀，哎，这个男士的意思啊也是说这个姑娘态度不好，也不礼貌，自己做错虽然是错了也道歉了，他还是一副不饶人的样子。最后两人是谁也不想联系谁了。给你们说个最后的结果，你们绝对想象不到。就那一天，这个姑娘不是点了一桌子菜嘛，怕浪费了饭，喊来了另一个相亲对象来吃饭，并且给买了单。我听完是着实佩服呀，哎呀，臣妾真的想不到啊。具体后面怎么发展我就不清楚了。有些人呢，千万别把相亲啊当成养狗场。成年人相亲啊，无非就想找个处得来的对象，安安生生的过日子，并非故意的事情，大家就要互相去理解。相亲只是见个面就整这么多的事儿，那谁还愿意相处下去呢？还不拉黑等着什么呢？说真的，相亲就像开盲盒，不打开之前你很难确定啊里面到底装的是屎还是巧克力。给你们讲一个很真实的故事啊。有一对男女通过相亲认识，男方是29岁，女方27岁，两人条件差不多，算得上门当户对，脾气性格都很温和，善解人意，谈了有将近1年，准备谈婚论嫁。男士呢主动问这个姑娘，你爸妈打算要多少彩礼？姑娘不明白啊，一脸好奇的就问男方，你为什么不问我打算要多少彩礼，而是要问我爸妈？男友呢是一脸正经的跟他说呀，嫁女儿是大事，你一个人说了不算。后面的这个姑娘就说呀，我不要彩礼。男友说呀，彩礼的事情你说了不算，你问问你爸妈。于是呀，她就当着男友的面呀给他爸妈打电话，妈，你跟我爸打算在我结婚的时候要多少彩礼？
女友的爸妈呢，特别实在的说呀，要什么彩礼啊？他对你好，咱呀不能把利益看得太重，容易伤着感情。只要你们年轻人好啊就行。姑娘呢又追问，咱们老家不是说最近几年都流行要一些彩礼吗？那我姨家的那个姐不还是要了20万吗？你们怎么不多要点，留着养个老啊？毕竟养大我20多年也不容易。女方妈妈用很不屑的语气说呀，自己家的事管别人干嘛？我不缺吃不缺喝的，正是因为我把你养大了，所以我才不愿意落得一个要彩礼卖闺女的骂名。再说了，彩礼和嫁妆都是图吉利的，不能带着算计心，贪这些东西啊，我心里也不安的。姑娘问，可是他们都说这彩礼啊都是一个保障，万一我不幸福离了，起码我们还有钱呀。姑娘妈妈呢就说，女儿，你这个思想呀，彩礼和你幸不幸福那是两码事，要了这么多的彩礼你就能幸福了吗？什么保障，还不是那些人为了要高价彩礼遮盖自己的嘴脸才说的。我希望你幸福，遇到人品正、肯努力、有责任心的丈夫，彩礼不重要，你幸福才重要。如果有一天你变得不幸福了，你觉得给我多少彩礼我心里会开心吗？姑娘继续问父母，那你们打算给我一点嫁妆吗？姑娘爸爸呀抢着回答说呀，嫁妆肯定是要有的，那是我们给女儿女婿的心意，但是也给不了多少，毕竟我们也只是领一个退休工资。希望你们呀小两口能够把日子过得好一点，但你们年轻人还是要靠自己努力的，什么嫁妆彩礼啊都是不能长久靠这些过日子的。挂了电话，姑娘笑着对男友说，你现在相信了吗？我不要彩礼。男友来了一句啊，你爸妈真实在，你也真是，养你这么大了你还胳膊肘往外拐，和我穿一条裤子。姑娘说呀，我跟你以后是一家人呢，我不拐你那我拐谁呀？后面呢两人就嘻嘻笑笑的打闹起来。不一会儿这姑娘就问啊，那你能接受多少彩礼呢？男友哈哈的回答说呀，我也没有想过太多，我就合计了我手上就这些钱，你要的话我大不了都给你就是，但是我不能接受的是，我手上明明有1万，你却跟我要10万，没有10万却要逼着我去啃老，要去四处给你借钱，完全抛开了爱情不娶也不嫁的样子，太让人心寒了。姑娘笑着说呀，放心吧，那些事儿啊永远都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。然后男友就抱着这个姑娘感谢的说呀，你的理解让我愿意对你更好，彩礼啊我也不能亏待了你。订婚那天呢，男方出了10万的彩礼给了女方，买了3金，买了新衣服。女方父母呢陪嫁了6万，外加电视机、洗衣机、冰箱、洗碗机、3台空调以及一套实木家具和床上所有的用品。在现场的女方爸爸说呀，我有一个很爱的女儿，还有一个很努力的女婿，他们性格合适，彼此恩爱，我们从一个小家变成了一个有爱的大家，他们是我这人生当中最珍贵的财富。结婚之后的3年，女方生了2个孩子，男方在外面打拼工作，家庭和睦幸福，所有的干劲儿都在工作上面，从年薪5万的业务员一直干到了10万的主管，又到了年薪30万的经理，生活美满，工作也越来越顺利。每每谈起当初结婚要彩礼这个事情，男士就会觉得很幸福，说自己遇到了一位善解人意的妻子。幸不幸福跟彩礼多少没有关系，也许啊，这才是要彩礼最好的态度。当今的相亲现状，农村是一群男人抢一个普通女人，城市是一群女人抢一个优质男人。农村呢是女人带着孩子啊照样嫁，城市是女人带着房子也难嫁。农村是光棍一大片，城市是剩女一大堆啊。找对象呀，最大的悲哀呀，就是总想找自己配不上的人。有一个姑娘来找对象啊，今年29岁，大专学历，商场做销售的，一年能赚个6、7万，身高160啊，长相也就5、6分。她来找对象呀，说自己的要求不高啊，想找一个合得来的男人。我问她具体的择偶要求，她支支吾吾的说呀，没什么要求，主要就是看人吧，只要人好有房子就行。那这要求啊，确实不算高啊，符合要求的不在少数。我问她28岁，大专房产销售，小伙子长得很阳光帅气，考虑吗？他问一年赚多少钱，我说1年在10万上下。他听完摇摇头就说呀，不行，不够养家的，有工资高点了吗？有一位31岁的男士开了一家小饭店啊，赚的还行，一年20万左右，人好也踏实。他一听啊就说，这钱赚的还可以，但这工作不太好，开饭店肯定很累吧，起早贪黑的，有没有工作好一些的？我忍了忍说呀，有一位29岁的小伙子，身高170，长得也很阳光，程序员，年薪在20个左右，有车有房。他一听就说不行，个子太矮了，有个子高点的吗？听完我是直接就问他呀，你明确点告诉我你要找什么样的行吗？他说33岁以内，未婚，身高180，年收入30万以上，学历本科，有房子，父母要求有退休的。我这一听，好家伙，你这要求也不少啊。我问他符合这些要求的你都可以认识是吧？他点点头说是。我说有一位男士啊，33岁，未婚，做电商，一年30、50个，也有房子，还没有贷款，父母有退休，你考虑吗？
他听了之后反问我呀，条件这么好怎么还单身啊？我说这个男士啊，他长得丑一点啊，脸大不太好找。这姑娘一听啊，丝毫不带犹豫的说不行，想要找个阳光帅气的，毕竟得为后代考虑。我又给他找了一位32岁的男士啊，做销售经理，常年出差，年收入20万左右，个子很高啊，长得也很好。这姑娘一听啊，说不行，要找个离家近的，得陪着自己的。气得我呀，忍着又给他找了一位中级版，男方29岁，长相很帅，合眼缘，身高180啊，有车有房，月薪2万多，这性格也温柔有担当，不抽烟不喝酒不打游戏，父母有退休。他一看啊，终于满意了啊。结果男士资料卡上写着不会做家务，这姑娘又说啊，不行，希望找个会做家务会做饭的。那一瞬间真的气得我不打一处来呀！王八赶紧劝我，忍一时风平浪静，千万别得乳腺增生啊！我反正呢也是没好气儿怼了他啊，你这儿不行那儿不行，挑挑拣拣，自己大专要找本科，自己160要找180，自己长相5分要找8分的，你拿我这当女娲了，你可以给你造人了是吧？前面信誓旦旦的说了半天的鸡毛蒜皮，后面又出了一堆小要求，结果前面的要求都当放了屁了。总结一圈下来，就是要找个长得帅的又多金，情商高的，还得会赚钱的。那你找我干什么呀？你找王思聪去啊！最可恨的啊，莫过于没感觉这3个字。鬼知道你嘴里的合眼缘没感觉到底是什么标准啊？光有感觉这3个字啊，就造就了多少大龄剩女啊！虚头巴脑整了一堆，这叫什么？思路不清加认知错误，真的是王八想骑凤凰，白日做梦了。